你有没有想过，每天早上睁开眼，你喝下的第一口水，吃下的第一口早餐，甚至只是起身走去厕所的这几步路，你的身体里都有一个器官正在默默为你拼命。它像一台全年无休的超级滤水器，24小时不停运转，把你血液里的废物、毒素、多余的水分全部过滤掉，再把干净的血液重新送回身体。这台机器就是你的肾脏。但很多人第一次走进肾脏科门诊就被医生宣布要终身洗肾，这不是吓你，这是每天在医院里真实上演的事儿。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超级简单的动作，只要每天做，就能让你的肾脏年龄逆转50年。你没听错，50年。这不是夸大其词，这背后有扎扎实实的科学根据。台湾目前有将近10万人在洗肾，这个数字相当于一个中型城镇的总人口，而且每年新增的洗肾人数始终降不下来。很多人直觉反应是吃太咸，老一辈总是叮咛不要吃太咸，吃太咸会伤肾，这句话没有错。但你知道吗？真正让台湾人肾脏坏掉的第一名凶手不是咸，是甜。甜比咸更可怕。台湾的手摇饮料店密度全世界第一，年轻人几乎不喝白开水，人手一杯珍珠奶茶。早餐店密度也是全市界第一，我们习惯吃铁板面、汉堡、蛋饼，配上一杯含糖红茶或奶茶。这些精制糖加工食品、含糖饮料，让你的身体长期泡在高血糖的环境里。高血糖会伤害全身最细小的血管，而肾脏正是由无数微小的血管所组成，这些血管叫做肾丝球。当这些小血管被糖分慢侵蚀硬化，肾丝球就会像滤网破洞一样，逐渐失去过滤的功能。这个过程安安静静，完全没有任何感觉。等你发现的时候，肾脏往往已经坏掉一半以上了。我来跟你说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有一位45岁的男性，他是公司的业务主管，应酬多，压力大，每天至少喝2杯手摇饮。他一直觉得自己身体还不错，顶多就是体重稍微过重，偶尔觉得疲劳而已。公司每年都有健康检查，他的肾丝球过滤率当时还有78分，医生告诉他这已经在正常范围的下限了，要开始注意饮食和运动。他听进去了吗？完全没有。他心想，我又没有不舒服，还年轻，怕什么？2年后，他因为双脚莫名其妙肿起来，晚上一直爬起来上厕所，终于去看医生，一抽血，肾丝球过滤率只剩下32分。32分已经是慢性肾衰竭第4期，离必须洗肾的第5期只有1步之遥。医生对他说了一句让他终身难忘的话：如果2年前你愿意开始控制血糖，调整饮食，你的肾脏很可能用到70岁都没问题，但现在你50岁之前就要面对洗肾了。这就是无数人的缩影。我们不是没有收到警讯，而是选择把警讯当作耳边风。我们的肾脏里面有几百万个肾丝球，每一个肾丝球就像一个极细密的滤网。当你的血糖长期偏高，你的血液就像糖水一样浓稠，这些糖水会不断冲击滤网，让滤网的孔洞变大，变得不规则，本来不该漏出去的蛋白质就这样从破洞的滤网流了出去，这就是所谓的蛋白尿。而蛋白尿本身就是一把刀，它会反过来继续破坏肾脏，形成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。时间一久，越来越多的肾丝球硬化坏死，肾脏的功能就像溜滑梯一样一路下滑。根据统计，每100个洗肾病人当中有将近一半，也就是46个是因为糖尿病造成的。所以如果你问我保护肾脏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，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，控制血糖，而且不是等到确诊糖尿病才开始，而是要从现在，从你完全没有症状的这一刻就开始。如果你要靠感觉来判断肾脏健不健康，这是一件极度危险的事儿。因为有超过 20% 的病人，当他们终于感觉到不舒服，走进诊间的那一天，当场就被医生宣布要终身洗肾。你没看错， 20%， 每5个人就有1个。为什么？因为肾脏的储备能力实在太强了，你就算坏掉 50% 的功能，剩下的 50% 还是可以勉强撑住，让你几乎没有感觉。等到你终于觉得累、觉得喘、脚肿、恶心、想吐的时候，肾脏功能通常已经剩下不到 15% 了。所以如果你问我肾脏不好有什么症状，我会送你3个字：无症状。没错，就是无症状。这就是慢性肾脏病最可怕的地方，它像一个沉默的小偷，
在你毫无警觉的时候，一滴一滴偷走你的健康，等到你发现家里的东西不见了，它早就跑远了。最好的做法是每年做一次完整的健康检查，一次看2个数字，一个是肾丝球过滤率，一个是尿蛋白。这2个指标就是肾脏健康的双保险。很多人一听到肾脏不好，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要少吃蛋白质，甚至有些人看到健检报告上肾丝球过滤率稍微偏低，就自己开始吃素，不吃豆制品，不敢碰肉。我必须很严肃地告诉你，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，甚至可能适得其反。事实上，肾脏病的饮食限制要看阶段，如果你的肾丝球过滤率在60分以上，你不但不应该限蛋白，反而要摄取足够的优质蛋白质，因为蛋白质是维持肌肉量的关键。过了中年之后，肌肉本来就会快速流失，这叫做肌少症。肌肉是我们身体代谢的中心，如果你的肌肉不够，基础代谢率会下降，血糖会更难控制，反而会加速肾功能恶化。所以对于肾功能还在及格线以上的人来说，均衡饮食才是王道，减少精致淀粉，多吃高膳食纤维的食物。蛋白质要吃到每公斤体重 1.2 到 1.5 公克。但是一旦你的肾丝球过滤率掉到60分以下，进入慢性肾脏病第3期之后，饮食策略就要开始转弯了。到了第4期，过滤率低于30分，就要非常严格的执行肾脏病饮食，限蛋白、限磷、限钾，但是要有足够的热量。千万不要在还不需要的时候就提早限蛋白，那会让你营养不良、肌肉流失、免疫力下降，最后不是肾脏坏掉，而是全身都坏掉。至于保健食品，我常常看到很多孝顺的儿女发现长辈肾脏不好，就拼命买一堆营养品，什么鸡精、人参，希望帮肠、备补身体。殊不知这些东西对肾脏病人来说往往是两面刃，因为这些浓缩的补品里面通常含有高蛋白、高磷、高钾，你一口喝下去，等于让已经很辛苦的肾脏突然要处理一大堆废物，反而可能加速肾衰竭。你如果真的要花钱买保健食品，我个人最推荐的是3种：鱼油、膳食纤维和益生菌。好的，前面讲了这么多，你是不是始觉得保护肾脏好像很复杂，又要控制血糖，又要限制饮食，又要挑选保健食品，感觉要做一大堆事情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我告诉你有一个超级简单的动作，你每天只需要花几分钟，完全不用流汗，不用换衣服，不用出门，就能让你的肾脏年龄逆转50年，你愿不愿意试试看？这个动作不是跑步，不是重训，不是任何让你气喘吁吁的剧烈运动，它非常温和，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做，就是踮脚尖。你没听错，就是踮脚尖。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动作背后有非常扎实的科学根据。为什么踮脚尖可以保护肾脏？关键就在于你的小腿肌肉。我们的小腿被医学界称为人体的第2个心脏。为什么？因为心脏把血液打出去之后，血液要从脚底逆着地心引力回流到心脏，靠的就是小腿肌肉的收缩。当你踮起脚尖，小腿肌肉一收一放，就像一个帮浦，会把下肢的血液用力挤压回去，促进静脉回流和淋巴循环。肾脏是一个血液供应非常丰富的器官，它每分钟要过滤大约1200cc 的血液。如果你下肢循环不好，血液都懒洋洋，地滞留在下半身，回流到心脏的血液量就会减少，心脏打出去给肾脏的血液当然也跟着减少，肾脏一缺血，过滤功能就会立刻下降。反过来说，当你每天做踮脚尖的动作，促进了下肢循环，肾脏的血流供应变好了，它就能更轻松、更有效率的工作。这就像给你的肾脏装了一台小马达，帮它把血液推上去。而且踮脚尖还有一个更惊人的效果，就是改善夜间频尿。很多人到了中年以后，每天晚上要起来上厕所2、3次，甚至4、5次，睡都睡不好。你知道夜间频尿最常见的原因是什么吗？不是摄护腺肥大，不是膀胱过动，而是下肢水肿。白天因为地心引力的关系，水分会自然而然地累积在你的双脚。到了晚上，你平躺睡觉的时候，这些累积在脚的水分会被身体重新吸收回血液里，血液突然变多了，肾脏就会开始大量制造尿液，让你一直想爬起来上厕所。如果你在白天做踮脚尖的动作，等于是在主动帮助下肢的水分往上回流，减少水分在脚部的累积。这样一来，到了晚上，
你就不会因为水分突然大规模回流而频繁起床，睡得好，血压就会稳定，肾脏的压力也会减轻。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正向循环。我来跟你说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。有一位70多岁的老先生，他的肾丝球过滤率长期维持在45分左右，一直很稳定。但后来他开始出现严重的夜间频，尿一个晚上起来6次，睡眠质量烂到不行。3个月后，他回诊一抽血，肾丝球过滤率竟然掉到38分。医生检查他的双脚，发现有轻微的水肿，于是医生教他一个超级简单的运动，每天下午坐在椅子上，双脚轮流做踮脚尖的动作，每只脚做50下，每天做3回，同时睡前2个小时把脚抬高，用枕头垫高。1个月后，老先生回诊，满脸笑容地说：医生，我现在晚上只起来1次了，睡得超好。再抽血，肾丝球过滤率从38分回升到43分，只是做了一个垫脚尖的动作，就能让肾丝球过滤率回升，这不就是逆转肾脏年龄吗？从38分回到43分，虽然数字上只差了5分，但以肾脏衰退的速度来说，这等于让他的肾脏年轻了至少5到10年。如果长期持续做，效果会更惊人。你可能还是会好奇，踮脚尖真的能逆转50年吗？我必须老实说，逆转50年是一个比喻，但这个比喻是有根据的。你知道肾丝球过滤率每年正常衰退的速度是多少吗？一般来说，30岁以后，肾丝球过滤率每年会自然下降大约1到2分。如果你因为糖尿病、高血压或者其他疾病，每年下降的速度是3分、4分甚至更快，那你的肾脏很快就会报销。反过来说，如果你能透过饮食、运动、生活习惯的调整，把下降的速度降到每年 0.5分甚至更慢，那你的肾脏就可以多用好几十年。我们来算一笔账，以一个60岁的人来说，如果他的肾丝球过滤率是70分，按照每年下降1到2分的平均速度，他大概在26年后，也就是86岁的时候，会掉到30分以下，进入可能需要考虑洗肾的范围。但如果他能把下降速度降到每年 0.5分，那他要到140岁才会掉到30分，中间差了54年，这不就是逆转50年的概念吗？所以重点不是你真的能回到年轻时的数字，而是你让肾脏老化的速度变得极慢，慢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这就是抗老化的真谛。我建议你从今天开始，每天至少做3组踮脚尖，每组50下。你可以边刷牙边做，边看电视边做，边等公交车边做，完全不占用你额外的时间。如果你膝盖好，体重不重，还可以试试进阶版的开合跳。但如果你膝盖不好或者体重比较重，就不要勉强，单纯踮脚尖就非常够了。重点不在于动作有多激烈，而在于持续，每天做，养成习惯。你的身体一定会用更好的状态来回报你。很多慢性肾脏病的患者其实并不是被疾病本身打败的，而是被错误的信息和错误的心态打败的。有的人一听到医生说肾功能不好，就开始恐慌，到处求医问药，吃各种来路不明的草药、偏方、补品。结果肾功能不但没有好转，反而恶化得更快。因为那些来路不明的东西里面经常含有马兜铃酸、重金属或其他肾毒性物质，等于是在拿刀直接捅你的肾脏。我也遇过另一种病人，他们选择逃避，不愿意面对，觉得反正没有不舒服，就不追踪，不吃药，不改变生活习惯。等到症状出现的时候，肾脏已经坏光了。这2种极端的心态就像2条死胡同，都很危险。你知道世界上第一例成功的肾脏移植手术是什么时候完成的吗？那是1954年，在美国波士顿捐肾的是一个23岁的年轻人，他捐给了自己的双胞胎兄弟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人类对抗肾脏疾病的历史其实非常非常短。在1954年之前，慢性肾衰竭几乎等于是绝症，病人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身体一天天被毒素侵蚀，然后在痛苦中死去。而现在我们有透析、有移植、有各种药物和饮食控制的方法，可以让肾脏病人活几十年，这已经是人类医学史上的奇迹了。今天我们能够知道要控制血糖、要限蛋白、要踮脚尖，这些知识背后是无数人的心血累积。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真的没有理由不珍惜。
回到当下，我们能做的最实际的事情就是从今天开始好好照顾你的肾脏，不要等到肾功能剩下一半了才后悔，不要等到医生宣布要洗肾了才想要改变。现在的你其实拥有比你想象中更多的选择，你可以选择喝白开水而不是手摇饮，你可以选择吃原形食物而不是加工食品，你可以选择每天踮脚尖而不是坐着不动。这些小小的选择就像一颗一颗的沙粒，累积起来就会变成一座坚固的高塔。很多人可能会问，那我现在肾功能已经不好了，还来得及吗？我要告诉你，永远来得及。即使你已经在慢性肾脏病第3期、第4期，只要你愿意开始改变，你依然可以延缓肾功能下降的速度，甚至有可能在某些情况下让数字小幅回升。最后，让我帮你快速复习一下今天的几个重点。第一，台湾人洗肾的第1名原因是糖尿病，而糖尿病来自于我们高糖、高精致淀粉的饮食文化。第二，肾脏病的症状就是无症状，千万不要等到不舒服才看医生，要定期检查肾丝球过滤率和尿蛋白，这2个数字是你的保命符。第三，肾脏病饮食要看阶段，60分以上不要乱限蛋白，60分以下才需要严格控制。第四，保健食品不要乱补，鸡精、人参精可能越补越糟，鱼油、膳食纤维、益生菌是相对安全的好选择。第五，也是最简单的，每天做踮脚尖，促进下肢循环，改善夜间频尿，让肾脏血流更充足，长期下来可以让肾脏老化的速度减慢50年以上。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给你在乎的人，尤其是如果你的父母、长辈或者身边有糖尿病、高血压、慢性肾脏病的亲友，请一定要分享给他们。你的一个分享可能就帮他们躲过未来几十年的洗肾痛苦。记住，每天一个踮脚尖，肾脏年龄倒退50年。我们下集再见。